荧幕前的你，是不是常常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一场电影，如果还没办法让你 work-life balance， 让最会说故事的人分享身心平衡的秘诀给你，开箱引人办公桌。Hello， 你们好，欢迎来到我的工作室。大家会觉得，其实编剧是创作嘛，然后写故事好像很自由，但是它其实也背负着就是一个影视作品前进到它诞生的这个一个路。那其实一般来讲，当编剧应该是无时无刻都会有这个截稿压力在心上，因为一定都会有必须完成的时间。可是其实编剧总会说，剧本没有最好的时候，你永远都会觉得它可能可以更好。或者是能不能再给我多一点时间想想这种。我自己的话，其实像《最后真相》，它已经是一个相对给编剧自由度比较大，我可以自己去抓我可能什么时间点完成剧本的这个时候。尤其因为我自己可能会希望它变得更完美，再去交出下一个版本给导演啊，然后监制看，然后我的时间也是更着急的。那这样子双重的压力下，其实是一个蛮大的心理负担。有时候其实不太知道外面现在是几点了，今天外面是出太阳还是下雨，其实有时候会失去了对外面时空的那个知觉。我有一次最夸张，就是10几天没有出门，饿了就叫外送，累了就进去房间睡，然后睡醒就再回来坐在桌子前面写。那时候印象很深，我们就出门，然后坐捷运。然后到捷运上的时候，我就觉得，车厢空荡荡的，就是人少了很多。那时候我其实第一个直觉是不是有发生什么社会案件？然后我家人非常惊讶，他说因为现在是过年，连过年这个时间感可能都没有意识到，都失去了。所以其实是在这一次的，就是算是提醒之下，就是我也真的觉得维持一个相对健康跟均衡的生活或跟工作状态是很需要的。长时间坐在电脑前面，对身体也不健康，所以后来就下定决心去买一个就是升降桌，它刚好还是一个 L 型，因为我们长期打键盘，可能一边手也很需要支撑来讲，它是真的是一个很好做、很好用的办公桌。我自己比较习惯就是桌上保持比较干净整洁这样子，所以像参考的书啊、资料，我就会把它另外放在就是推车上。晚上比较是我自己的创作时间的时候，就会把推车推到身边，好像突然间就是一个编剧的小世界，就是这个升降桌的前后左右就是我的一个小世界这样。我可能现在创作需要的东西就都在我的眼前或手边，让我自己有一个更高的专注感。晚上我自己独处，可能也还是有7、8个小时这样子的创作时间的时候，那有时候可能遇到瓶颈，我会开那个游戏直播来看，就是我最喜欢看他们打糖豆人。他这个游戏直播其实也是一个工作嘛，我就觉得，现在虽然已经到了这么晚了，然后可能我有点累，有点想睡觉，但是现在是我的工作时间，而且你看，其实也有其他人这个时间也在工作，就是心里就得到某一种宽慰这样。外面这间小工作室，就是我们会跟其他编剧开会讨论。那除了就是开会以外，其实它在就是我们办其他聚会的时候，它就会变身成为另一个就是吃饭然后聊天的空间。刚搬进来这里的时候，就办过烤肉趴，就在我们那个小小的草皮庭院烤肉，然后大家就在这边聚会吃饭这样。那其实我们跟就是认识蛮久的这些编剧们，除了就是工作上的合作，其实也是一种朋友跟伙伴的关系。那我们每年其实虽然没有就是什么契约关系，但是我们觉得就是编剧之间大家都很辛苦，所以我们会自己就是约定办尾牙，好好的大吃大喝这样。那不定时我们也会办一些小聚会，大家可以有更多机会互相认识啊，互相合作这样。我觉得每个编剧的资历或者是他的经历都蛮独一无二的。
可是我觉得要在那个心灰意冷转行，这个念头其实是蛮容易一瞬间就成型的，对，所以我真的就是蛮希望说可以把这些就是独一无二的人都可以保护的，让他们走得更好、更长远。每个案子会带给我的就是热情不太一样，有一些是因为就是它的题材很特殊，有些是可能它中间会去做一些蛮特别的田调，对，比如说有机会去监狱啊，有机会去见法医什么的，这可能是平常比较没有办法就是窥探到的一些职业面。所以其实去到那样子的就是场所，跟这些相关的田调对象见面，会让我觉得我的故事好像就是又再鲜活起来一点点。那时候我们去就是等于也是去跟名嘴见面，然后访问他们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拿剧本里面的一个假设情境告诉他，然后就说，假设有一天你被逃犯挟持了，然后在开车的那个路上，就是你会做什么？结果他就说，马上拿手机起来开直播啊。那我们当下就问他说，你不会怕说这样激怒他发生危险吗？然后他就回我们说，如果就是这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那点击率不是会更高吗？其实，在那个当下就会觉得说，可能在这个新闻第一线的这些思维，其实是比我们想象的可能更有冲劲。对，那就是真的就是遇到他们以后，就会更体会到他们的这种思考逻辑，然后就是会反过来刺激我说，如果是这样子行业的设定，然后这样子的工作环境下，他们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性格发生？对，我觉得对一个编剧来讲，就是他一个比较就是丰富的故事面貌，就会在这些相处中去呈现。其实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精神，对，就是打字可能大家都会，对，那编剧虽然最常做的事情就是打字。可是也想告诉大家，就是打字不贵，人才贵。其实每一个人，尤其是每一个编剧，他可能的成为编剧，然后跟他目前经历过的都是蛮独一无二的。那希望可以把这些历程化为更好的创作去呈现。高品质的生活，高效率的工作，引人办公桌，找到身心平衡的节奏。我们下次见，拜拜。